拍那个激光眼的时候，就是我得找个支点，滋。后来导演说你不用，幸亏我前期做了一些准备，你觉得很精彩的态度。Hello， 开麦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敬亭，在《特立独行》里面饰演的是王长海。因为我们看到您这次出演这个电影，饰演这个王长海，是您时隔10年，相当于重新主演的电影回归的大荧幕。这次也是首演喜剧，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就是我可选择的也不太多。然后这一次选择这部作品，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我自己对喜剧的领域一直是非常期待，然后非常想尝试。再一个就是见到导演之后，就被导演的魅力这个吸引住了，就是特别希望跟他合作。那你有把您生活中很幽默的那一面，就是展现在这个电影中吗？生活中的幽默没太展现，不是展现的是角色的幽默。所以您一下就被王长海这个角色吸引住了吗？是他这个人物的设定呢，还是说整个剧本的这个制作？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吧。首先就是还是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新颖，从剧本本身来讲就很特立独行，然后再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反差，很深刻。在表演上，我自己能挑战的部分还挺多。那您也提到了反差，其实这个角色确实他从前面到后面，他整个性格其实都进行了一个调整。您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调整和设计在里面？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理解是，他像个小孩，因为他很小就离开了现在生活的家乡，然后他保持着他特别纯粹的那一面。所以他在回到现在这个家乡的工作环境中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在前期的创作过程中，要把他这个单纯能对人情世故的这个不掌握，要拿捏的分寸感要掌握的比较好，他又不能显得很傻，但又不能显得他很懂。我觉得这个分寸感是我在前期的创作过程中要把握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那后期其实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职场的这一部分，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人物性格跟做法，我们可能略微的放大化，然后进行一些喜剧化的处理，主要是用这两种比较反差的方式去展现。因为你也提到王长海，他前期是很零星眼、很耿直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那你是怎么看待他这种有点愣头青的这种感觉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心里面，王长海是个小孩，他从某方面来讲，他的性格、他的处事方式停留在自己在孩童期间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耿直，他就是单纯。如果你把王长海理解成是一个小孩的话，他说出这些话，你并不觉得冒犯，但是因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人，他坐在那个地方跟他的身份，他说出这些话，你就会觉得你这人怎么不懂事儿？但其实他不是不懂事儿，他只是停留在了某一个阶段。这次我看您的搭档是魏翔老师，包括还有于洋老师啊、海燕老师，很多喜剧演员，你们现场会没有那种开拍前就笑崩的那种？我们在现场其实有笑场的情况，他们其实不太多，更多的还是在研究这个单场戏的故事逻辑上，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挺克制的，大多数都还是遵循整个剧本的情境跟创作逻辑，但是就是有一些现场的临时调整会出乎我们一些人的意料，所以会产生一些笑场的情况在。那有没有现场就即兴发挥的那种场面？就会有没有一些现挂的梗之类的？导演现挂的特别多，就是这剧本写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在现场演着演着，导演就过来说你这么说，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先笑一遍之后再开始演。包括就是前几天我们的预告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在酒桌上说那个月球来的不会死，谁不喝醉谁吃。其实当时这句话不是台词，我们是在拍一段蒙太奇，那个台词按理说是不用的，然后我们的设定就是导演说你得说一个祝酒词儿，幸亏我前期做了一些准备，因为后面要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戏，我得知道那个氛围是什么样。上网也看了很多视频，包括跟朋友之间也有交流，就这种酒局大概是什么样。然后这是有专门特别系统的一套表达方式，因为当时跟我说的是不用，我就随便说了，只是一个气氛，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声音给拿出来。所以当时您自己在上网查的时候，对这句词的印象非常深刻了，是吗？那个时候也不叫深刻吧，脱口而出，是已经有很多词儿，当时是印在脑子里了。那整部电影拍下来，您觉得哪一场戏是您觉得最难演的，或者是您拍完了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你觉得很精彩的太多了。我现在能想到的跟我们戏有一点反差的一场戏，就是我跟金秘书最后的那场饭桌上的这个话。当我知道金秘书的本质，他内心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样，我觉得被他的这个态度所打动，然后也理解到了他的艰难跟不甘心。然后我们俩的那场戏其实是整体的调性会跟前面会有一定的反差，讲故事并不是只专注在比如说喜剧这一个点上，更多的还是在认真很真诚的去叙事。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来看，最后的成片呈现出来，您是有非常多的超能力或者特异功能的。那您演这些戏的时候会觉得很过瘾吗？我们都是在那个蓝布绿布这种地方拍，就是我跟那干飞啊，都是拿那个吹风机那个大风机去吹。其实这个我之前在拍古装，比如说有过这样的经验，其实还好。但是在拍那个激光眼的时候，确实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没有激光眼，然后有一次拍摄的时候，就是我得找个支点，我就自己在那配音效，我
后来当时说你不用，我说我不是那什么故意的，他说你不用自己配那个滋，我就会给你配的。我说我知道，但是那个信念感有的时候需要自己调节。那其实这次和导演合作，包括这么多的喜剧演员，您有从导演或者其他的喜剧演员身上有没有学到一些不一样的表演思路呢？太多了，我觉得跟导演的交流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最多的。跟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处理喜剧，包括就是如何表演喜剧的技巧。他就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就是真诚。他一再提醒我说不要演包袱，很多笑点它是通过结构，然后通过这个情境所以产生的效果，而不是你要使一个什么样的面部表情或者一个肢体表情来展现，这是一种技巧。当然他一定是要用在合理的情境范围内，他才是真的好笑。所以跟他相处久了，我觉得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俩交流最多的，他一直在跟我强调说，你如果想做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你一定要有编跟导的能力，它一定是一体的。我们所熟悉的喜剧大师、优秀的喜剧演员，其实他们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这也让我思考了很久。所以在之后的很多创作中，比如说有一些喜感的部分，我也会在思考自己可能会把编跟导调度这些都融合在里面，而不是自己只一味的去是在表演这一个东西。其实这次影片采用了一种开放式、有点留白的设计，在结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具体答案。在您心里，王长海最后您说他是学会了妥协，还是他和这个世界找到了一个相处的平衡点？怎么说呢？就是作为影视创作者来讲，其实我们的最终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不希望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给观众，我觉得观众有自己的理解，怎样理解都可以。所以就是作为饰演者，我也不想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王长海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些事情。那最后面向我们的镜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希望这部作品能给您带来一丝的欢乐，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